普京称，如果美国解禁乌克兰武器，就宣战北约。库尔斯克俄军偷建浮桥，企图偷袭，却被海马斯团灭。印度制造第2艘核潜艇。根据美国媒体政客9月12号的爆料，据白宫内部消息，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一项重大政策转变，可能放宽对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的限制，允许乌克兰在俄罗斯境内更广泛地使用美国武器进行攻击。这一计划已经在白宫官员之间秘密讨论了数个月，目前正处于最后确定阶段。该计划内容包括扩大乌克兰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范围，并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包含美制零件的长程导弹攻击俄罗斯。这一政策转变标志着拜登政府可能已经准备好满足乌克兰的请求，让乌克兰军队更有效地防御，并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对抗俄罗斯。美国过去一直限制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境内深处的目标，例如拜登早些时候曾经决定允许乌克兰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俄罗斯境内进行打击，但规定呢，只能在哈尔科夫地区及其周围使用这些武器。美国政府担忧使用远程导弹等武器可能会与俄罗斯的冲突升级。然而，乌克兰近期在战场上的被动，以及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等因素，促使美国考虑放宽限制。乌克兰国防部长在8月30号访问华盛顿期间，向美国官员提交了一份乌克兰军队可以攻击的俄罗斯境内高价值目标清单，希望能推动美国改变政策。同时，美国国会2党议员近期加大了对拜登政府的压力，要求其尽快就是否放宽对乌克兰使用美元武器的限制做出决定。虽然一些美国盟友，特别是德国，对此持谨慎态度。而在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警告，如果乌克兰使用任何西方的远程武器打击俄本土，将会导致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冲突。但所谓的直接冲突是否等于俄罗斯会向北约宣战，普京并没有明确说明。事实上，普京通过直接爆发冲突一类的理由威胁北约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下呢是大兵的不完全统计。2022年4月1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在例行记者会上警告称，美国和北约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支持将导致冲突升级。他强调，这些武器不仅会在乌克兰使用，也可能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并表示俄罗斯有权采取对称和不对称的措施来保护其安全利益。2022年6月6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批评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称这可能导致冲突无法预测的后果。他警告称，向乌克兰提供更远程的武器系统可能迫使俄罗斯采取强硬的报复行动。2022年9月21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进一步表示，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行为正在引发更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他警告，如果美国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装备，俄罗斯将采取相应的军事和技术对策，并提到这种做法将导致俄美之间的直接冲突风险增加。进入23年，俄罗斯的威胁更加频繁和具体。23年1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在北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之后，发表声明称，向乌克兰供应主战坦克等现代化武器是对俄罗斯红线的公然挑战。他强调，这种军事援助可能导致更大规模的冲突，俄罗斯将会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应对这些新的威胁。2023年4月4号，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上批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先进的武器，包括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称这些行为正在使冲突升级，并威胁全球安全。他警告北约和欧盟不要低估俄罗斯的反应能力，并强调任何支持乌克兰军事行动的国家都将成为俄罗斯潜在的敌人。2023年8月15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接受俄媒体采访时，批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武器支持。
称这些国家的行为是在加剧冲突，并将欧洲置于更大的战争风险之中。他警告说，如果这些国家不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俄罗斯将采取措施来保护其在该地区的利益。然而，随着俄罗斯越来越频繁的威胁，北约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加大了援乌力度。根据《泰晤士报》9月12号的消息，据2位匿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可能正在考虑允许乌克兰使用英法远程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消息人士称，拜登总统可能会批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使用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和法国同款的 SCALP 翼击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进行打击，理由是英国和法国支持此举。消息人士还透露，他们认为在周三在基辅举行的会议上，乌总统泽连斯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可能已经就此政策达成了共识。然而，英国国防部的一位匿名消息人士指出，英国不需要北约其他国家的支持，即可推进这一计划。英法两国目前都支持取消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境内目标的限制。对此，国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班贝瑞表示，这是一个折中方案，虽然没能满足乌克兰的要求，但对乌克兰而言仍然是一种进展。班贝瑞还补充说，风暴阴影导弹在打击掩体等坚固目标方面最为有效，而美国的 ATACMS 导弹在攻击战场目标时表现更佳，因为其弹头设计适合在空中爆炸，能够有效摧毁炮兵连、指挥部、弹药库和防空导弹阵地等目标。不过 ATACMS 对坚固掩体的打击效果较弱。他形象地比喻道，这就像刀子和叉子，虽然可以单独使用，但同时使用效果最佳。2024年9月12号，俄军队试图在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突出部进行一次反扑。俄军尝试通过在塞姆河上偷建浮桥来实现战术上的突然，然而他们似乎忘了，乌军不仅有北约的卫星支援，就连低空制空权也是掌握在乌军手中的。乌克兰无人机是率先发现了俄军在塞姆河上的浮桥，无人机的监控画面显示，俄军士兵和装备正在试图通过这座临时搭建的桥梁。乌克兰军队迅速反应，利用海马斯发射了 GPS 制导的 M3031 火箭弹。这里大兵纠正一条之前的视频的错误，M3031 火箭弹是有多个版本的。1994年版本的 M30 火箭弹，其中有404枚 M85 子炸弹，能够造成极大的杀伤面。但是由于 M85 的哑弹率始终无法降到1%以下，再加上子炸弹爆炸时会相互影响，杀伤区域难以控制，容易误伤非打击目标，因此 M30 很快就升级成了 M30A1， 其中含有182000个由大小不一的钨制小球构成的破片，用于打击。而 M31 则配备了重达90公斤的战斗部的单体高爆弹头，加上更为精准的制导系统，最大限度地减小附带伤害，这也是美国陆军唯一可在城市遭遇战中使用的远程间接火力弹药。那么说回现在，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火箭弹爆炸后，地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爆炸，并留下了很多小坑，黑色证明其带有高温。这证明了这次乌军使用的是已经被美军淘汰的早期的 M30 火箭弹。火箭弹的打击是毁灭性的，2枚火箭弹准确击中了浮桥远端的俄军部队，造成重大伤亡。第3枚火箭弹在幸存者寻找掩护的树林上空爆炸，进一步加剧了俄军的损失。据估计，这次袭击可能导致数十名俄军士兵死亡或者受伤，具体的数字尚不清楚。但无人机拍摄的画面显示，轰炸前后的人员数量大幅减少了。尽管俄军在某些区域，例如斯纳戈斯克及其周边村庄试图重新占据优势，但乌克兰军队并没有放松警惕。第22机械化旅主导的乌克兰军队迅速在斯纳戈斯克以西地区发起反击，旨在切断俄军的后续推进。这种灵活而主动的防御策略，使得乌克兰军队能够迅速调整战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战场局势。当前的库尔斯克战场局势显得错综复杂，双方部队结构和部署都在不断变化。根据福布斯新闻的报道，乌克兰军队的编组较为协调，
包括陆军营、空中突击部队和领土防卫部队。而俄罗斯方面的编组则显得更加杂乱无章，经常是来自不同师和旅的营或者团拼凑在一起。正因如此，俄军在协调和执行方面显示出了显著的缺陷，这使得他们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行动难以取得持续性的突破。尽管俄军在数量和装备上仍有一定的优势，乌克兰军队凭借坚韧的防御和灵活的战术应对策略，成功抵消了这一劣势。正如相关分析所指出的，乌克兰的防御策略注重机动性和灵活性，避免在某一固定区域与敌军进行消耗性对抗，而是灵活地应对俄军的攻势，将其逐步削弱。这种防御方法极具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俄军能够协调更多的兵力，从多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乌克兰的防御纵深可能面临挑战。然而，就像这次事件一样，只要乌克兰指挥官对此保持高度警惕，通过无人机监视和快速反应，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突袭企图，俄军很难取得突破性的战果。想要完成普京大统领下达的在10月之前将乌军逼出库尔斯克的死命令，更是无稽之谈。当地时间8月29号，印度第2艘国产战略核潜艇阿里加特号正式加入印度海军服役。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在服役仪式上称赞这艘潜艇将为地区战略平衡和国家安全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有军事专家指出，印度的国产战略核潜艇在整体性能上与当前主要海军强国的同类装备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阿里加特号是印度国产的第2艘战略核潜艇了，属于歼敌者级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的同型艇。该艇长约112米，艇高11米，排水量6000吨，最大潜深300米。动力系统采用了俄制的 VM5 压水堆改进型，最大功率约80兆瓦，水下最大航速可达24节。阿里加特号有着明显的龟背设计，这其中装载了最核心的装备4具垂直发射管，可以装载4枚最大射程3500公里的 K4 潜射弹道导弹，或者采用一坑3弹的方式，装载12枚最大射程约700公里的 K15 潜射弹道导弹，均可以携带核弹头。虽然阿里加特号及其前行歼敌者号的服役使印度具备了3位一体核打击能力中最具威慑力的水下核打击能力，但整体上看，歼敌者级弹道导弹战略核潜艇在全球战略核潜艇的格局中仍显得逊色不少。以美国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例，该级潜艇长度超过170米，排水量超过18000吨，配备24具垂直发射管，每管可以发射1枚射程达12000公里的3叉戟第5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这些导弹能够携带多个核弹头，可以覆盖全球目标，提供极为强大的核威慑能力。相比之下，印度的歼敌者级潜艇仅有4具发射管，而且射程也大大逊色了。此外，印度潜艇的动力系统据称是俄罗斯引进的技术，相对落后，这可能也是印度核潜艇尺寸较小的一大原因。美国的俄亥俄级和新型的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采用了更先进的反应堆和推进系统，使其具备更长的巡航时间和更强的隐蔽性，极大提升了在深海的作战能力和生存能力。尽管如此，阿里加特号的服役仍对印度的对外战略有着深远的影响。配备射程3500公里的 K4 潜射弹道导弹，使印度的潜艇在孟加拉湾海域具备了打击包括中东在内的多个区域的能力，这显著提升了印度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和核威慑力。未来，随着歼敌者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逐步成熟，印度将进一步增强其核打击能力和2次核反击能力。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